这上海不一样吧？您看这大高楼，吓人不？就这开幕式那票给您买好了，第一排的。您要到时候还想看什么篮球啊、乒乓球，您说啊。我看开幕式就行了。你也知道，我不爱热闹。行，那也好。正好啊，我和我哥呀，带您在这个大上海啊，好好逛逛，什么城隍庙啊，什么外滩呐，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咱买。您知道我哥现在人家副总经理啊，一个月5000，我稍微差点，保安部经理1500，不傻吧？您这是见谁去呀？这锦江饭店那可不一般呀，一般人住不起呀。达子，你知道你的优点是什么吗？啥？就是不多嘴多舌，心里藏得住事儿。哼，是。达子啊，我听君儿说了一些你跟女人之间的事儿，劝你一句，好好管好自己，不然啊，将会毁在女人身上。哎，我知道。达子，我在这儿住一晚，我提前1天到上海，别告诉许军啊。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从来没跟他说过。明天下午，你到这儿来接我啊。行。那你回去吧，我自己上去。我送你上去吧。不用，我自己上去。啊，那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我找错了，我找错房间了。月娥，是我。进来再说吧。月娥，进来坐吧。你到底是谁呀？月娥，我是家福啊，你老公许家福啊。我老公早死了，86年就死了。你不用害怕，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整形了，我整成了别人的样子。哦，这样吧，你看看，你看，你忘记了当年你还说这块胎记觉得漂亮，说我一生有贵人相助，逢凶化吉的，老年儿孙满堂，安享晚年呢。你还不相信啊？还有，你看，我小时候上山砍柴，从山上滚下来弄破的。这下你相信了吧？我真是许家福，你老公啊！月娥。
这么说，高四海跟刘志坚一直没有放过我。高四海，他会放过你啊？他什么人你不了解吗？哎，那他们还有没有盯住你啊？高四海经常到村里来，不过没以前那么紧了，毕竟过去7年了。这些年，我一直想着你们。家父，你在那儿有没有成家呀？我当然没有了。我现在的身份是偷来的。这个崔天星是一个社团老大，89年，他的家被另一个社团灭门，他老婆孩子都被杀了，所以我就整成了他的样子。你跟我说，整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相貌，我真没想到，能变化这么大。那为什么声音也变了呀？能，现在科学很发达的。感觉怪怪的，像跟一个陌生人说话。现在整容业这么发达，确实可以令你变成一个陌生的你啊。你这次为什么来上海啊？月娥，我来是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你们带到南国去。我现在跟大连有货物的往来，现在出去比以前方便多了。我让手下把你们带上船。家父，可是现在没这么简单了。君儿的情况，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知道，我在南国找了一家纺织公司，逼着他们跟君儿的工厂合作。他现在可是副总经理了，而且还是老板的女婿，还有一个2岁的女儿。他自己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努力的结果。要是我们把真相告诉他，他会受得了吗？我们要是跟你去了，儿子却疯了，你能接受得了吗？你这么说，这是我做错了吗？我当初这么做，就是不想他在外面受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没想到，现在变成难题了。有时候，一个人一瞬间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可不知道那一瞬间这么重要。这大概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吧。什么叫人算不如天算？当年我杀了4个人，还有一个无辜的人，才能到南国去。我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一家能团圆。家父，要是一件事情一开始就错了，就别去纠正它了。你什么意思？你过你的日子吧，在那儿找个喜欢你的人，能帮衬你的女人做老婆，让她给你生儿育女。不，我只想我们2个在一起。家父，有你这句话，我下半辈子就受用了。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命。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从88年你派人来接我们，我就想了5年了。家父，事到如今，那我们再给君儿做一件事情吧。什么事？把吴老板除了，让儿子做公司真正的老板。好。
我知道怎么做。这个地方真挺一般的，还好这出门右转就是妇产科医院。啊，对了，你第一回产检做了吗？还没呢。上回听你说你12周了，该做产检了吧？我这不是没有暂住证吗？我怕见不上档。哦，这样吧，我找一朋友问问，尽量把你给档见上。对了，多吃点水果啊，孕妇吃水果好的。高峰，谢谢你了。哎呀，应该的嘛，杨恒是我同学。行，我先走了，约早上8点来接你，去见杨恒去。好。说句不该说的，拿那么多行李，准备在龙湾待一阵啊？请1个星期的假，对给我介绍工作的小姐妹来说太难为她了。再说了，那个工厂环境比较差，我怕对孩子不好，就把工作给辞了。有什么打算吗？见完杨恒以后，我想回湖南的老家。行，我先走了啊。哎，慢点。哎。我已经发誓跟你割袍断义了。我倒是无所谓啊，我是怕你心里有阴影。你想啊，要是出卖朋友这个事儿传出去的话，对你的名声不太好听。听起来这还勉强算个理由。今天我心情好，说吧，有什么事儿？你给杨恒女朋友马兰找一工作吧，已经怀孕12周了。环境好一点，待遇好一点，然后没有噪音的工作，最好呢还有个单身宿舍。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工作，你给我找一份得了啊！我还正考虑我的退休生活呢。你要找不到的话，你让她做你保姆吧，管吃管喝还管住，然后她发工资，你自己考虑好了。不是，杨三婶那房不是给了杨恒了吗？大哥，那套房子还能住人吗？你要拿一个酒精测试仪去测试一下，肯定爆表了。那房子被酒精都熏透了，都快。就算杨恒同意要去住，也得装修一下，还得放味儿。人家怀孕是个孕妇哎，大哥。你小子是想借马兰这张牌来打杨恒的主意，对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不是大部分，算小部分。小部分，那大部分呢？我准备换一个新的良心。新的良心？因为我觉得旧良心有些故障。这理由我喜欢。听你笑，我也挺高兴的。以后多笑笑啊！行了，我等你消息，拜拜。嘿嘿。
奶奶，彤彤，你爷爷已经到伦敦了，你确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吗？只要公司注册下来，沈行长那边把保函递过去，我们就可以开始按照计划操作了。英国那边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去英国的事情，你爸爸到现在还不吐口呢。我一会儿跟他谈谈。彤彤，记住，恶人是我。爸，爸，您是知道的，龙兴家同正是让我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本来都想明年上市的，也已经有2个好的基金公司在给我做上市的规划了。可就这个时候，奶奶跟我说，都要以龙兴集团为主，让我放弃龙兴家同。您常跟我说，龙兴集团就像你的儿子，那龙兴家同不就是我的女儿吗？可周浩宇说 BAT 项目存在风险。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但是您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20多年了，做企业哪能不冒点风险呢？我也知道，我们龙兴集团向海外的第一笔投资，应该以稳为主。那如果想图稳健的话，肯定是房产跟酒店业更合适。这么说的话，浩宇提出的那个项目更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我都知道。那为什么非要做 BAT 项目呢？ BAT 项目是中国企业开拓英国市场的一个大手笔，这是我跟浩宇说的原话。投资 BAT 项目不仅仅是为了树立我们龙兴在海外的形象，也是为了树立我们省在海外的形象，所以他们才会大力的支持我们。可万一不可控呢？浩宇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我的努力 ，AJ 公司已经答应了跟我们合作，而且已经跟我签订了相关的协议。英国人做事就是这样，如果他们没有一定的把握，是不会表这个态的。爸，要不您还是跟我去英国走一趟吧，您去看看，去听听，听听他们是对我们龙兴集团抱多大的希望的。这也是我希望您去英国的最大的原因。再说了，我陪您一起去，您要是在那儿不习惯了，不喜欢在那儿待着，那我就陪您回来呗。彤彤，爸相信你，爸也想去，可因为许达的事情，司令5案复查小组已经盯上咱们许家了。我想，他们同样也会怀疑 BAT 项目的真实目的的。你让爸把话说完。我刚刚又主动辞去董事长一职，如果我现在离境的话，我想他们会怀疑的更多。可是市里、省里都很支持我们的 BAT 项目，警方他们也不会顶着压力去做事吧？95年市里和省里请我回龙湾投资，那支持力度不大吗？那刘志坚他们不是同样顶着政府的压力把你爷爷的坟给挖开了吗？所以彤彤，爸爸现在必须要留在龙湾。彤彤，你说的爸都相信，你就放手去做吧，尽你最大的努力，一定要把 BAT 项目做好。行吧，您说的有道理，您说服我啦。
那您就去龙湾山庄好好休息一下，那儿隐蔽，也不会有记者去骚扰您，我还放心一点。BAT 项目您就放心吧，我不会拿您20多年来的心血去挥霍的。根据张副厅长的指示，我们重点调查95年的开棺验尸和 DNA 亲子鉴定。调查时一定要注意保密原则，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会陷入被动，更有可能会打草惊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冯凯，你有什么意见？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不多，考虑到保密性，还要尽量减少调查的知情人，所以我建议从当年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周伟、魏大炮等人开始问询，看情况呢，决定下一步调查方向。我同意冯队的说法，但是这讯问地点放在哪儿？这里显然不合适。我们可以定一个宾馆的会议室，既隐蔽又不影响调查。可以，这个事儿由你来办。好。先从周伟开始。你不跟我进去吗？我就不去了，他肯定不想见我，我在这等你吧。好，那我先进去了。您乘坐的飞往伦敦的 CA9783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从23号登机口上飞机。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飞往伦敦的 CA9783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从。我去打个电话。Hey, darling. Hello, Robert. Install a bug in Zhou Haoyu's room. Wait, why? What happened? Just do it. No more questions. Bye.坐吧。什么时候来的农场？昨天。
最近怎么样？还好吗？好。你瘦了不少。你呢？你还好吗？我还行，就是头发剃得有点不习惯。傻不傻？不傻。本来以为会判无期，可结果只判了3年。他们说徐达不是我杀的。我知道了。你知道？谁告诉你的？高峰。这么说，是高峰让你来的是吗？我怀孕了。这是什么？这是 B 超单。我怀了你的孩子，12周。你打算怎么办？这就是我来看你的原因。我想听听你的想法。离开龙城以后，我去了深圳。我在刘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半个月前，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杨恒，说实话，我本来不想要这孩子的。我连医院都已经挺好了。我那天到了医院，我等着护士叫我的名字，我等了20多分钟。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这个时候，突然高峰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他在深圳，他以为我还在东莞，他说他想来东莞看看我，然后挂了电话。转身我就走了。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护士在后面喊我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当时高峰劝我把这个孩子给留下来，他说我应该来龙城看看你，所以我就来了。杨恒，我想听听你对孩子的想法，我再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你呢？你怎么想的？我来了，就说明了我的态度了。只要你肯改邪归正，好好做人，我愿意生下这个孩子。3年很快就过去的，等你出狱那天，我就抱着孩子，我就站在监狱门口，我就等你。马兰，我杨恒自打出生那天就霉运当头，直到我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你放心啊，我保证，我出狱以后一定加倍偿还你。为了你和孩子，我一定好好努力，好好改造，早点出去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什么事儿？你得把你回龙城的真实原因原原本本的告诉我。真实？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
我得知道真相。什么真相？405疑案案发的时候，你只有8岁。那天晚上，你跟你爸待在一起，你凭什么坚信徐广义不是你妈毒杀的？还有，你在网上看到龙城北山山洞发现女性尸骨的帖子以后，你又为什么坚信那个尸骨就是你母亲？马兰，这些都是高峰教给你说的吧？你们用怀孕的事来欺骗我的感情，是不是？你们也太小看我杨恒了。我没骗你，我真怀孕了。马兰，你回去吧，就当这辈子没有见过我这个人。杨恒，杨恒，我真的怀孕了。杨恒，我怎么可能拿这事骗你的杨？这么大火？高峰，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和杨恒做的一切。可他不领情。哎呀，你都说了。他不相信我怀孕了，他觉得这个怀孕不想要孩子都是你出的主意，是去套他的话。他现在很脆弱，他需要鼓励。他不需要。他为了保住他母亲的秘密，他可以不要我，甚至不要孩子。你说这种人，值得我大老远跑这儿来吗？他根本不信任我。高峰，麻烦你送我回宾馆吧，我今天晚上就走，我回老家。这孩子我也不打算要了。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啊。其实我对杨恒并没有那么讨厌。哎，你知不知道杨恒为什么留级啊？当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吧，我初3，他高1。我记得当时学校做一个什么广播体操的比赛吧，然后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得穿白色的球鞋。然后学校有个同学，他家里比较困难，爸爸是环卫工人，也没有妈妈，他买不起那球鞋。然后他挺聪明，就拿了一粉笔啊，把那鞋给涂白了。后来因为这事儿吧，被老师发现了，他们班就没拿到好名次。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班里3个学渣就把那同学打了一顿。杨恒看见了，然后杨恒上去3下5除2，把那3个学渣打得落花流水。也正是因为这样，学校说要考虑让杨恒退学。虽然那会儿他成绩很好。那他从勒令退学到留级，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我就是把事实告诉校长啊。跟校长说完之后，校长觉得可能情有可原吧，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就没有退学，然后留级了，然后来我们班了，就做同学了。那他知道是你帮的他吗？哎呦，这每个人都有自尊心的嘛，一大老爷们儿，跟说这干嘛呀？其实我觉得吧，从根儿里面，杨恒是有正义感的。正义感？对啊。你想啊，他妈妈是网上在逃通缉犯，20年之后找到的，却是一具白骨。他爸爸又酗酒，那么些年不管他。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啊，没有成为社会的人渣就不错了，就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正义感。哎，我跟你说这些为什么，你明白吗？我知道，我又不傻。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母性的光辉了，比我妈还唠叨。啊，我是民警出身好吗？民警出身2句话，说破嘴跑断腿。行了，你苦口婆心劝了我这么多，我心里好受多了。走吧。我饿了。得嘞，吃饭。
病人至上，个人定制，技术融合，医生跨界，这就是我的4大政策。一个好的医生呢，不仅要技术过硬，还要为病人着想，要考虑到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提升病人的生活质量。从一个手术匠到一个关心的人，为病人服务的内涵，是我一直强调的改进之处。那朱院长，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未来有什么展望呢？展望嘛，我在人民医院工作了16年，在这期间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呢，让我有了雁翔蓝天的气势。雁翔蓝天？只有这个领头的大雁飞好了，才能为后面的大雁群呢减少阻力，他们才能飞得好，飞得更快。团队的精神也是如此。只要人人争做这个领头的大雁，勇于奉献自我，努力的付出，才能使这支雁群齐心协力，勇往直前。朱院长，您说的真是太好了，谢谢您，朱院长。也要谢谢你们为我们医院做宣传。那我们先走了。再次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采访。好，你们慢走啊。好的。好嘞，慢走啊。朱院长，请留步。哎，好。是周院长吗？啊，我是。我是冯凯。我知道，我手机上存着你的号码呢。真的不好意思啊，刚才有记者采访，手机关静音了。有什么事儿吗？想和您谈点事儿，您今天方便吗？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方便说。啊，那好，那我先看一下我的日程安排啊，稍等。今天上午可能不行了，如果急的话，晚上8点左右，你看怎么样？可以。我一会儿把见面地点发给你，因为谈的事情涉及到保密，所以我们在宾馆里订了一个房间，你不介意吧？啊，没事儿。那你把地点发给我吧。好，谢谢周院长，晚上见。晚上见。周院长，就在这里等您吗？不用了，你先回去吧。哎，好。周院长，不好意思啊，有个小手术来晚了。请坐，周院长。放飞，给周院长倒杯水。好。周院长，您现在还亲自做手术啊？是啊，给省医大带了2个研究生，不亲自做手术怎么教学啊？对不起，周院长，您这么忙，还让您专程跑一趟啊，请您理解。谢谢。不客气。我是当过警察的，您上午跟我说要保密，又在这里开了房间，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阵势。行，我们几个你也很熟了，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今天请你来呢，就是想谈一谈95年对许军和许家父墓中尸体进行 DNA 亲子鉴定的整个过程。您是那个 DNA 亲子鉴定的主要负责人。当年我父亲高四海和刘志坚局长是如何劝说赵月华还有许军接受这个 DNA 检测的过程，我就不用说了吧？不用了，直接从开棺，从徐家福尸体提取 DNA 样本开始说起。好，我还是多说2遍吧。95年3月啊，公安部呢为了向全国公安系统普及 DNA 刑事鉴定技术，委托公安部第2研究所举办了一期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省厅呢派我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培训班。我记得是培训班快结束的前2天，
我在北京给我父亲打了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可以利用 DNA 亲子鉴定技术，对许家福墓中的尸体进行身份确认。我父亲知道以后非常高兴，毕竟从86年许家福自焚案到95年的这10年里，我父亲和刘志坚局长在内心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就是95年 DNA 亲子鉴定的起因。记得是培训班快结束的前2天，我在北京给我父亲打了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可以利用 DNA 亲子鉴定技术，对许家福墓中的尸体进行身份确认。我父亲知道以后非常高兴，毕竟从86年许家福自焚案到95年的这10年里，我父亲和刘志坚局长在内心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就是95年 DNA 亲子鉴定的起因。那么接下来我再说一下这个95年 DNA 亲子鉴定的具体操作过程吧。当时整个 DNA 亲子鉴定的过程由我、魏大炮、李飞3人参加。魏大炮和李飞的人选是上报省厅的，都是党员，家属和亲属和许村没有任何关联。业务呢，也是我们省法医处最强的。当然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魏大炮不算是我们省法医处的人，他是从龙湾县法医科技调过来的。当时你们法医处一共有多少人？12人。之所以选择魏大炮和李飞，是担心人多手杂。接着说。当天呢，按原计划，上午从尸体上取腿骨的样本，下午1点钟取许军的血液样本，下午3点就可以进行检测了。可实际上，在开棺取样本的过程当中呢，并不顺利，一直拖到下午的4点40分左右。为什么？先是等许军，开棺的头2天，许军呢去了上海，要处理公司上的一些业务。他答应在开棺前，头1天晚上就从上海赶回来。可实际上呢，许军是到了12点半才赶到龙城。等他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1点钟左右了。但是赵月娥说要回家吃过中午饭后才可以开棺。当他们吃完饭回到墓地，已经是2点多了。然后呢，又搞了一些仪式，这一拖就拖到了3点才正式开棺。我们从尸体上取了一小块腿骨，赶回实验室的时候，大概已经是4点40分左右。然后我们就等着许军到我们省厅法医处，准备从他身上取血液样本。可一直拖到下午5点半左右，许军才赶到我们法医处。我和李飞负责提取许军的血液样本，魏大炮留在实验室。周主，许军来了。好，那个大炮，我和李飞去采血去了啊。你的意思是你和李飞去抽取许军的血液样本时候，实验室里只有魏大炮1个人？是的。不过实验室门口有警员把守，一般人进不去的。你接着说。抽取许军的血液样本时，我爸和相关的同事他们都在，整个过程大概用了10分钟的时间，抽了10毫升的血，也就是2管的血液样本。其实做 DNA 亲子鉴定不需要这么多，抽1点就够了，1针即可，也就只是我们常说的血迹。由于是我们第一次做嘛，就多抽了1点。然后我和李飞拿着许军的样本回到了实验室，大概那时候已经是6点钟左右了。由于中午我们都没有吃饭，所以大家商议吃完饭以后再做基因检测。你们离开实验室去吃饭的时候，实验室里还有其他的人员吗？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实验室的门口有警员把守，任何人进不去的。你们什么时候回的实验室？7点05分，我记得非常清楚。之后呢，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虽然魏大炮和李飞呢，他们没有去北京参加这个 DNA 培训的学习，但是整个基因检测的操作的过程，我们演练了无数次，应该不会有问题。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可能是临时停电吧。李飞，哎，去看看有没有手电。哎，好嘞。大炮，你慢点啊！你小心点儿。哎，知道。明明是放这儿的呀。再好好找找。哎。谁呀？陆部长需要手电吗？啊，你稍等一下啊。大炮，李飞，哎，你们俩原地别动啊，我去看看。好。怎么回事啊？刚给电信局打过电话了，是临时停电，停半个小时。你们没问题吧？没问题。要不你们出来等一下吧。那也好。那个，咱们先出去吧。啊，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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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给你照照，走，来。看着。停电后，你们3个人在实验室里待了多长时间？不超过5分钟。后来停电的原因查了吗？查到了，是因为电路的问题。当时全区大停电，足足停了30分钟。接着说。来电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实验室，我们对样本又做了一次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我们就开始做基因检测了。Oh, I should mention, Robert has invited all of us out tonight to go eat at a very nice restaurant. It's called Bentley's Oyster Bar and Grill. It's very famous here in London. Perhaps Miss Shu has heard of it as well? It's got the freshest seafood platters. It has an oyster bar and grill, high-end caviar,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imagine. So the plan is we'll be meeting in the lobby at 6 p.m. Any other plan this afternoon? No other plans for this afternoon. Consider it your free time. Feel free to go out, maybe do some sightseeing, or just hang out in your hotel room. It's completely up to you. Miss Shu, tomorrow at 10 a.m., the business license will be completed. Nathan, the conference of the company's establishment and the BAT project are all done, right? Yes, Miss Shu.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 thing. Everything has been arranged, and the audience has been invited as well. OK。还有 BAT 项目的新闻发布会啊？是 Robert 建议的。AJ 公司董事长正好有时间，2个项目一起宣布的。可是这程序上，现在毕竟东山银行的保函还没出具啊。你不是说东山银行那边没什么问题吗？再说我们现在签的只是意向协议，等保函下来以后，我们再签正式的协议，不会有法律问题的。最后，申局几乎是把我和我爸从东塘站押回到了龙安县公安局。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不过，我爸始终认为我们的 DNA 亲子鉴定是有问题的。他甚至怀疑我们法医处有内鬼。我爸不断向市局、省厅反映他的观点，但是上级部门呢，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恶劣，我父亲被调离了他的工作岗位，被调到县档案室工作。不过，我父亲的怀疑
使我们法医处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借调过来的魏大炮是可以留在省厅法医处的，我也劝了他很多次。后来他还是回到了县公安局法医科。对不起啊，第一次鉴定结果出来后，魏大炮和李飞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大家都非常震惊，当时我们都懵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当时在脑子里仔细地回想了一遍检测的过程，是不是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可是呢，97年你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离开了省厅，脱离了公安队伍，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呢？因为我父亲。哎，李飞，我正找你。李飞，李飞怎么了？说呀！你爸把话说利索了，怎么了？他去找你爸了，你爸好像在私下调查李飞。是谁让你去我家调查的？啊，你有这个权利吗？你不要用手指着我。你都查到什么了？是我李飞有多重账户、大额取款，还是我有第三方债务？我是一名警察，我有权利查明真相，我有权利怀疑任何人。你有本事你冲我来，你别偷偷摸摸去我家骚扰我爸。我有询问任何人的权利。你再说一遍，我有询问任何人的权利。李飞，别看我！李飞，别看我！你动静，动静点！李飞，冷静点。我了解我的手下，他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是好警察，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可是许家福绝对没有死，你是认同我86年的那份尸检报告的？不是认同。那为什么你们 DNA 亲自鉴定的报告得出来完全不同的结论？为什么？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DNA 鉴定是门科学，是绝对信得过的科学。我们当初的判断没有错，科学没有错，那到底错在哪里？那错就错在你们人身上。那你有没有权利怀疑魏大炮和李飞啊？你要怀疑我，我是这次鉴定的负责人。爸，自从 DNA 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你一天到晚的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其中也包括我是吗？人们总是比你想象的聪明。爸，我就问你句实话，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我也是嫌疑人？嫌疑人，在我调查的这个阶段中，不排除任何可能。走，你听我说完。有什么可说的？他已经疯了，你跟疯子有什么可理论的？走，走啊，走啊！你这个疯子，妈已经给你害死了，你现在想害周伟，你到底想干什么？许家福明明没有死。从86年开始，许家福的阴影就已经围绕着我们这个家。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跟许家福有关，他已经死了，已经下地狱了。许家福没有死，许家福没有死。
选你的。是这2本吗？哥，你是怎么找的啊？我都陈杰的同事从国外带回来的。小伟，走吧，离开农场。我怎么走啊？从小到大，我记得你一直想做一个著名的心外科大夫。走吧，去追寻你的梦想。哥，我要是走了，我怎么向爸开口？爸那边我会说，你不能总为他活着呀。生活是你自己的，谁也强迫不了。我要是偷了这身警服，爸会很伤心的。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周伟，现在的问题是你还能在省厅的法医处继续待着？你的那些同事、那些手下，他们对你父亲挥拳相向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受？人类最负面的感情，不是愤怒，也不是悲痛，是羞耻感。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想想。列飞受到党内严重的警告处分，被调岗到了后勤保障处。他离开的那天，没有跟我告别。望着同事们送他的场面，我知道，我的同事已经对我失去了信任。人类最复杂。
毕业后，你为什么又回到了龙城？我可以留在医科大当老师，也可以去北京3甲医院当医生。我有这样的机会。我喜欢北京，喜欢在北京的街道上走一走。那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人认识我，不会对我品头论足，也不会问我是干什么的，也不会散播关于我家庭的谣言，更不会有人在我家门上挂着动物的尸体，上面写着“去死”的血迹。I cannot open my door. Let me check for you. Okay. I'm really sorry. I got you a wrong one. I will give you a new one. It's okay. Yo.在做决定的那一天，我在北京城走了一天。我从前门走到了天安门、王府井，我甚至到雍和宫去求个签儿。最后，我还是决定回龙城，因为建设已经走了。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他虽然是我的养父，但我知道他爱我。我已经做过一次让他伤心的事儿了，这一次，我不能在他的伤口上再捅上一刀。有时候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不能用逻辑来解释，对不对？我知道我不该问啊，但是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重启对徐家福的调查呢？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请你理解。对不起啊。我还有个问题，朱院长。您当时是省里唯一掌握 DNA 形式鉴定技术的人，那么对于95年的 DNA 亲子鉴定，您觉得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在哪方面？鉴定的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啊，我是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是出现在 DNA 的样本上，出现在那次的蹊跷的停电上，出现在我、韦大炮、李飞之间。就像我爸当年所怀疑的 ，DNA 样本被我们3个人其中的一个调了包。如果省里市里不那么急着招商引资，不那么看重许军手上的资金和项目，能顶住舆论的压力，能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的话，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其实当初找出真相并不难，
只要再次从那具尸体上取一次 DNA 样本，再抽一次许军的血就可以了。可是赵月娥得知结案的当天，马上把那具尸体给火化了，理由是龙兴要在许军建厂，包括那块墓地都被龙兴征用了。奶奶，你找我？你爷爷23号到英国，他想见你。当然，如果你不想见，我和你爷爷都不会勉强你的。我去见他。You all right? Oh, I'm fine. You sure? All right. We'll be there soon. We're her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s. Cui Jiatong, and this is Mr. Cui Tianxing. Mr. Cui now is the chairman of the South Country Tianxing Industry, which is one of the shareholders of Villari. Mr. X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Let's talk inside. Please. Mr. Robert, I just want to talk with Miss Hao. Certainly.彤彤，我是你爷爷。彤彤，你等一等。彤彤，这是当年你给爷爷的小马布偶，你还记得吗？ 多好看啊！谢谢爷爷。他不是我爷爷，我妈妈说我爷爷死了。无论爷爷开不开心，爷爷每天睡前都会跟他聊聊天。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相认的，但是你奶奶不允许，说在国内见面不安全。当年我听说你考取了牛津大学，爷爷真是开心的晚上睡不着觉。其实，你到牛津的第2天，爷爷就去了一趟英国，还偷偷去牛津见你。彤彤，你要是不愿意认我这个爷爷的话，爷爷是不会怪你的。爷爷，比在牛津的时候，你瘦多了。彤彤，爷爷知道你的压力大，都是爷爷不好，要你承受这么多。爷爷，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没事的，爷爷的身体啊好着呢。人生100岁，70者稀。我还要跟你奶奶在英国开始新的人生呢。对了，你爸呢？最近怎么样？你奶奶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只要东山银行的保函一出，把款带出来，我就让罗伯特给你奶奶和你爸发个邀请。你不用担心啊，还有时间的。只要他们找不到我的话，就没有证据对龙兴和你们展开调查。爷爷，我们还是出去吧，我怕他们会怀疑。今天我不走，我们一会儿慢慢聊。周院长，你也是从这行出来的，保密纪律就不用我给你多说了吧？这个我了解，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尽管联系我，我跟你配合。感谢。再见。再见。周院长，你认为许家富还活着吗？这个问题，说实话，一直困扰了我21年。我相信我爸爸的判断，但我也相信科学。谢谢。冯队，你跟魏大炮约好时间了吗？明天上午9点。哎妈！哎呀，你在家呀？我还以为你没在呢，我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我。什么时候从广州回来的？昨天回来就想过来的，医院里有好多事情没处理完呢。又买这么些东西，上回你买的我还没吃完呢。还没吃完啊？没吃完，你是压根儿就没动。我白天那么忙，也没时间做。再忙你也得把身体弄好了，你身体要搞坏了，你后悔都来不及。行，我知道了。你跟青叶的事情怎么样了？又是婶儿跟您说的。你婶儿要不跟我说，你打算瞒我一辈子啊？哎呀，我跟青叶之间的事情，这都是浩宇，这没影的事儿。那就把没影的事儿变成有影的事儿，行不行啊？妈特稀罕那闺女，真的。我跟青叶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就算有感情吧，那肯定也不是爱情啊，最多也就是亲情或者是友情。她在我眼里，最多也就是个发小。妈妈相信青梅竹马的爱情，
至少没有那么多的利益，没有那么多的欲望，是干净的，是单纯的。哎呀，妈，你这啥时候听了那些心灵鸡汤啊？人家心灵鸡汤说的对呀。你想啊，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零零的来，孤零零的走。要是你们两个真的能好了，还能一块儿想想在一起的青葱岁月呀。你是男生啊，你得主动点儿，听见没有？妈，其实当年我爸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这么忙，您跟我爸一块儿生活啊，是不是有时候觉得也挺寂寞的呀？先不说你爸爸为了查案子，整月的不回家，就是偶尔能回来一个晚上，我们也早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还得给你们做早饭，通常都是匆匆忙忙就走了。有时候吃，有时候也不吃。我呢，还得送你上幼儿园，然后我自己还要去上班。虽说时不时能见上几面，但你回过头想想，好像我们俩已经好久没在一起好好说过话了。我呢，能忍受你爸爸的工作，但是我忍受不了他那么玩命。我跟他结婚这7年的时间里头啊，他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放在惩奸除恶上。后来我再想想，也许就是大多数警察家庭的生活状态吧。我看着照片上爷爷跟爸爸，总觉得他们没有那么融洽，但就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些什么隔阂。其实我对我爸挺不了解的，我特别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来，慢点。哎，怎么了？跟我说说你自己。哪方面？我就是想多了解你一下。我呀，怎么说呢？我从小到大就一直活在焦虑跟压力之中。压力跟焦虑。我们家呀还有个弟弟，我弟弟呢从小学习成绩就特别好。哎，正负极你知道吗？我就是我们家正负极里那个负极，从小学习成绩特别差，学什么都不会。他们就说我这个人呢，光长个子不长脑子。我最大的志愿就想做个警察，而且要做个好警察。但是最后进的省警校还是找人托的关系。这算是压力1。你知道我爸这个人啊，特别严肃。叔叔是军人出身，而且还上过战场当过兵，可以理解。这算是你的压力2。反正从小到大，我做的所有一切，他都不满意。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压力就是动力？要不然，你现在也不会做得这么出色。出色？我哪儿出色呀？上个月，村北的那起入室盗窃强奸案，是你破的吧？你为此还立了3等功，对吗？